故事开始于一种充满回忆的沉重氛围中，我们被带入了贝弗利 Beverly 的家中。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，但显然已被生活刻下了深深的痕迹。这一天并非寻常日子，这是她已故丈夫斯坦利 Stanley 的生日。贝弗利独自一人，或者说，尽管她的双胞胎女儿托尼亚 Tonia 和索尼娅 Sonia 就在身边，她依然感到孤独。这两个女孩今年15岁，她提醒她父亲曾是一个充满爱的人，一个会宠爱他们的父亲。但现实残酷，斯坦利已经不在了。贝弗利倾诉着她的痛苦，承认自从他永远离开后，她感到被抛弃，独自承担着家庭的重担。然而，女儿们是她的支柱，她们承诺会永远陪伴她，展现了这位母亲与孩子之间由悲剧凝聚成的深厚纽带。这是一个被悲剧团结在一起的家庭，母爱是唯一的指南针。我们很快了解到，贝弗利不仅是一位母亲，也是一位职业女性。她在一家知名的房地产公司担任人力资源总监。在办公室里，她从同事兼挚友阿米纳塔 Aminata 那里得到了支持。他们的对话揭示了贝弗利面临的持续压力。她不仅要处理悲痛，还要面对财务现实。房东催缴租金，贝弗利向阿米娜塔坦诚他难以找到生活伴侣。问题在于，他有孩子。在他的经历中，一旦男人知道他有2个女儿，就会逃离。他梦想着无条件的爱，梦想着一个能接受他包袱的男人，但希望日益渺茫。正是在这种脆弱的背景下，雷蒙德 Raymond 出现了。他是公司的客户，一位魅力十足、显然富裕的男士，回来是为了房地产项目。他一见到贝弗利，立刻被她吸引。他着迷于她的美貌和职业素养。他试图获取她的电话号码，但遭到了公司保密政策的拒绝。一位同事建议他第2天再来直接找他。雷蒙德决心坚定，第2天回来了。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获得了与贝弗利私下见面的机会，甚至要求上级让贝弗利推迟一份紧急报告，以便他有空闲时间。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。贝弗利很谨慎，介绍自己是一个独自工作的单身女性，但她故意省略了一个关键细节：她的孩子。她不想像吓跑其他人一样吓跑雷蒙德。雷蒙德则表现得很有魅力，谈论着他的加拿大之旅和生活，联系似乎是真实的。当晚之后，雷蒙德送了一份礼物，这一举动触动了贝弗利，让他相信自己终于找到了好人。事情进展迅速，在第2次约会中，贝弗利因被驱逐的威胁而感到压力，不慎透露了租金问题。雷蒙德为了证明他的爱和稳定性，立即转账了100万奈拉给贝弗利，用于支付租金和费用。贝弗利感到宽慰，几乎欣喜若狂。他开始坠入爱河。他告诉自己，这个男人与众不同，他就是他等待的人。然而，秘密沉重地压在他心头。雷蒙德坚持要去贝弗利家拜访。贝弗利恐慌于他过早发现孩子，于是与阿米纳塔策划了一个策略：女儿们必须在拜访期间离开家。但命运另有安排。就在当天，雷蒙德在贝弗利家时，阿米纳塔紧急来电，索尼娅病了，不停地呕吐。贝弗利不得不匆忙离开，留下了雷蒙德。他撒了谎，借口是办公室急事。雷蒙德在他离开后，意识到把钱包忘在了他家。他决定回去取。就在这一刻，悲剧上演了。到达时，他发现了家里的孩子们。贝弗利的谎言大白于天下。对峙是残酷的。雷蒙德感到被欺骗。他承认他的爱，但提出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条件：他不能娶一个已经有2个孩子的女人。他想建立自己的家庭，而不是继承别人的。他立即分手，让贝弗利崩溃。他收回了租金钱，但心碎了。在那绝望的时刻，他决定放弃任何恋爱念头，只专注于女儿和工作。当贝弗利以为已向爱情关闭大门时，命运再次敲门。一位新客户弗拉林 Florin 来到了公司。与雷蒙德不同，弗拉林耐心、尊重且善良的令人安心。
他对贝弗利表现出真诚的兴趣，不是作为征服对象，而是作为一个人。他注意到他因为手机故障难以联系，未经他请求，他送给他一部新手机，一部 iPhone 13，借口是为了方便工作沟通。贝弗利在雷蒙德的经历后变得多疑，接受了礼物，但保持距离。弗拉林并不急于求成，他邀请他吃饭，尊重他的拒绝，温柔地再次尝试。渐渐的，贝弗利的盔甲裂开了，他意识到不能对弗拉林重蹈覆辙。他决定在他偶然发现之前向他坦白孩子的真相。他邀请他见见女儿们。在这次关键的会面中，贝弗利向他讲述了他悲惨的过去。他解释说，15年前，她和丈夫斯坦利遭遇了一次暴力抢劫。斯坦利在她眼前被杀，当时她试图保护她。那是她怀孕3个月。这就是她如何成为寡妇，独自抚养双胞胎长大的。她预计弗拉林会逃跑，但弗拉林留下了。他被他的故事感动了。他请求一个机会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为了拯救他，而是为了陪伴他。他见到了女孩们，电流立刻接通。他帮助他们做物理作业，善意地与他们交谈。自从斯坦利去世后，贝弗利第一次看到女儿们和一个男人一起欢笑玩耍。他开始相信，他终于找到了理想男人，那个接受他一切的人。当幸福似乎终于安顿时，新的悲剧袭击了这个家庭。索尼娅，其中一个双胞胎突然晕倒，她被紧急送往医院。诊断结果可怕，索尼娅的一个肾脏受损，需要紧急移植。手术费用高昂，找到匹配的供体似乎不可能。贝弗利 devastated， 准备卖掉一切来救孩子。弗拉林得知消息，毫不犹豫的，他承诺承担所有医疗费用。但他做的更多。在兼容性测试中，他透露他是 O 型阴性血，万能供体与索尼娅兼容。他自愿捐献一个肾脏。贝弗利震惊了，这个男人愿意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来救另一个人的女儿。手术进行了，非常成功，索尼娅得救了。贝弗利视弗拉林为上帝派来的使者，一个活生生的奇迹。他确信他们的爱是被祝福的。就在家人在医院庆祝索尼娅康复时，故事真正的转折揭开了。一名女警察拜访了贝弗利，这正是15年前调查谋杀抢劫案的那位警官。他来告知贝弗利案件的最新进展。当年犯罪团伙中的一名罪犯被判10年监禁，幸存下来并刚刚获释。话音刚落，弗拉林 arrive 来看望贝弗利和孩子们。女警察看到了他，他的脸僵住了。他立刻认出了他，就是他。他是当年的劫匪之一，他是15年前那天在场的人。贝弗利崩溃了，世界在他周围崩塌。救了他女儿生命的男人，就是间接导致她丈夫死亡和她守寡的人。他 confront 弗拉林，声音因愤怒和痛苦而颤抖。弗拉林没有否认，他承认了。是的，那天他在场。但他恳求贝弗利听他解释。他解释了他的背景。当时他加入犯罪团伙不是出于恶意，而是出于绝望。他的妻子死于癌症，他急需钱救她。他不知道抢劫会变成谋杀，他不知道斯坦利会被杀。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多年，被内疚吞噬，为他无意中创造的寡妇祈祷宽恕。当他偶然再次见到贝弗利，而他没有认出他时，他视此为神圣的机会来弥补错误。他真诚地爱上了他和他的孩子。他捐献肾脏的行为不是操纵，而是救赎的尝试。贝弗利发现自己面临人生最艰难的困境，一方面是失去斯坦利不可磨灭的痛苦，另一方面是救了索尼娅并为他们生活带来快乐的男人。他无辜的女儿们为他求情，说他是人，对他们很好。经过漫长的反思和泪水之夜，贝弗利做出了决定。他最后一次见了弗拉林，他说他认可他的真诚和改变。他选择原谅他，因为怀恨只会毁灭他。然而，他设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，他不能继续与他的恋爱关系。他的存在会不断提醒他失去丈夫的那一天。即使选择原谅，
他也不能忘记过去。弗拉林谦卑地接受了这个决定，即使失去了爱，他也因贝弗利的原谅而获得释放。故事结束于贝弗利被女儿们包围，他再次找到了生存的力量。他学会了原谅是可能的，但治愈有时需要走不同的路。他继续他的生活，坚强，被孩子爱着，准备好面对未来，不忘过去，但不被仇恨囚禁。幕布落下，留下了这个复杂的人生教训：人性是由阴影和光明组成的，有时伤害我们的人也可能成为拯救我们的人，让我们的心处于痛苦但必要的中间地带。